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？中国号称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，每年产量几千万台，品牌上百个，但你真要仔细看，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：绝大多数造车企业不在北方，而在南方。不管是传统车企，还是这几年火爆的新势力车企，几乎清一色都在长三角、珠三角、成渝、合肥、武汉这些地区扎根落户。而北方呢，除了长春的一汽、保定的长城、北京的北汽之外，就几乎没剩下几家叫得上名的新造车公司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北方土地大、人多，过去重工业基础还强，怎么在新能源汽车这场产业革命里，反而被南方小伙伴们一轮接一轮的反超了？为什么中国的造车企业南方比北方多，而且还越来越集中？先回顾一下中国汽车产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。上世纪50、60年代，中国汽车工业基本是靠国家一张图纸一个工厂，这种苏联式计划体制发展起来的。那时候讲求靠近原材料，靠近国防工业，靠近铁路，所以全国第一汽车厂被放在了长春，这就有了一汽。第二汽车厂后来放在了湖北十堰，这就是东风。那时的车企大多是部队背景，计划投资，地点选在哪，不是看市场，不是看物流，而是看国家安排。所以你会看到一汽、二汽、北汽、重汽、哈飞、陕汽这些早期车厂基本全在北方，而南方在那个时代其实几乎没有什么汽车工业，最多就是一些小修理厂和拖拉机厂。但改革开放之后，情况就开始变化了。尤其是90年代以后，南方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远高于北方，民营经济、外资企业、地方财政都迅速成长起来，珠三角和长三角逐渐形成完整的制造业生态圈。而汽车产业本质上就是制造业里的王者，它需要大批量的零部件供应链，需要灵活的融资环境，需要高效的管理体系，这些条件恰恰是南方越来越擅长的领域。像浙江义乌做小商品，台州做摩托车汽配件，广州有汽车出口口岸，深圳有电子产业和供应链整合能力。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小行业，慢慢的就成了汽车产业链的底座。你今天看到的吉利、比亚迪，其实最初都不是正儿八经从造汽车起家的。吉利当年是做冰箱压缩机起家，比亚迪是做电池的，后来一步一步做到了整车。北方的老车企大多是从整车往下整，南方的民营企业恰恰是从零部件和系统往上卷。这两种出身路径不同，也决定了他们面对新时代产业变革时的反应速度和打法完全不同。而到了新能源时代，这种路径优势就被彻底放大了。传统燃油车时代，北方大厂凭借技术积累、政策资源和市场保护，能稳稳地控制住大部分市场。但新能源汽车一来，游戏规则彻底变了。电驱动系统、智能座舱、OTA、域控制器这些新东西，北方国企不熟、不懂、不敢投，而南方这边不一样，小鹏、蔚来、理想这些新势力一上来就不是传统做法，靠着软件思维和产品定义，迅速打出了一片新天地。再加上像华为、小米、宁德时代这些外来科技圈玩家也都在南方，人才流动更快，产业融合更强，新车企自然更容易孵化出来。还有一个非常现实但经常被忽略的原因，就是地理和气候。南方冬天不冷，电动车表现相对稳定，南方城市多是新型城市群，适合充电基础设施铺开，而北方冬天一来，动辄零下20-30度，电池掉电厉害，用户体验差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，所以新能源汽车要试验、试点、推广、铺量，南方明显比北方更适合。其实南方对新造车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是实打实的。合肥支持蔚来，那是直接拿钱扶持加建厂，结果蔚来走出泥潭，合肥赚得钵满盆满。常州支持理想，建整车厂，搞配套园区，现在成了整个苏南智能电动产业的核心。重庆支持赛力斯，深圳支持比亚迪，广州支持小鹏，几乎每一个新势力车企背后都有一个活跃、懂车、敢投的政策支持。而反观北方，许多地方要么仍然沿用传统招商逻辑，不敢投、不愿试，要么效率低下，错失了早期窗口期。新能源造车不是靠一个工厂、一个技术员就能搞出来的，它背后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，供应链的反应速度、人才的聚集程度、金融的活跃度、政府的执行力、物流的灵活性，还有消费者的接受程度。这些东西拼在一起，南方整体确实比北方更有优势。你可以看一个更形象的例子，今天中国几大智能电动新势力几乎全出现在一条造车黄金带上，从广东深圳出发，途经惠州、东莞、珠海、广州，往北到合肥、南京、常州、苏州、上海、宁波，再往西走到重庆、成都。
这条带上分布着比亚迪、小鹏、广汽、理想、蔚来、赛力斯、领跑、吉利、奇瑞，几乎所有响当当的新势力品牌都在这个区域区。而这条线的北边，你再往上看，北方除了北京、保定、长春、天津之外，几乎就是大片空白了。更讽刺的是，很多本来是北方出生的车企，最后也搬去了南方搞研发、建工厂。理想汽车注册在北京，但核心生产在常州。蔚来总部虽然搬到了合肥，研发中心也在上海。小鹏是广州的，小米汽车也是在北京注册，工厂却建在了亦庄和武汉。这其实说明一个问题：南方在资源配置、营商环境、产业氛围方面已经成了吸引力更强的地区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承认，北方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。一汽红旗这些年也在努力转型，推出了一些纯电车型。长城汽车虽然总部在河北，但也在杭州、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。哪吒汽车虽然注册地在浙江，但运营和投融资核心其实在北京。还有北汽极狐，靠华为也在力求突围，只是他们在速度和市场节奏上确实被南方同行拉开了不小的距离。未来的竞争说到底还是看技术和产品。固态电池、智能驾驶、车载 AI、下一代平台架构，这些都将决定谁能活下去。而这些硬核东西的发展和地区无关，和执行力有关。所以，北方如果能痛定思痛，调整机制，放权给技术团队，引入更多民营力量，也不是没有翻盘机会。只不过从当下来看，南方依然是中国汽车产业最活跃、最灵活、最有增长潜力的主战场。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差距。南方企业靠灵活起家，靠市场活下来，靠创新做大做强。而北方企业想要追上来，光靠情怀和资源不够，还得真刀真枪的卷技术、拼速度、抓市场。新能源时代不会等人，错过了窗口期，就可能错过一个时代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不迷路。下期见。